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武维，欢迎收看《第三青春创价人生》，我是你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。其实呢，我有收到一个任务，就是我要去找第三青春的一些嘉宾，要探索他们的故事。听说他已经在里面等我了，而我现在人就在马六甲 ，Let's go！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来马六甲。谢谢Eng阿姨的招待。OK， 希望今天我们可以开心的聊。好啊，来。好，那早安啊，Eng阿姨。OK， 那先问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请问Eng阿姨，你今年几岁了？73。大家是不是看不出来73岁？你怎么样去一直保持这么开朗跟这么开心的状态的嘞？因为先生讲呢，我们现在的年龄减30岁才是我们的，这应该在广播上的年龄啦。等于假如我是在73减掉30，43，还有大把时间去做一些广播的事情。在这个年纪也可以开车到处跑，你真的开车到处跑呀，可以。所以你还是可以能够驾车的啦。但我还是有一个疑惑，就是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退休就好呢，为什么要到处跑？其实我也是这样子想，我不要出来呀，退休了，我什么都不要动了。可是很废嘞，这样子的生活。所以你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理事长不是每次都有讲哦，我们这不是我们的传统啊，所以鼓励会有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咯。所以既然我能够做，我就做咯。我的眼睛要用到100%。我们这一代的这个精灵组的会员哦，很多他们呢都没有那种机会，他们没有机会去学呢。变成说，假如没有人载他真正的被困在家里。可是我有能力哦，我能够我又有读到书，我又能够跟他们分享我读到的东西。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利用我所学到的东西，跟他们一起分享，让他们要成为他们的耳目啦。我就是以这样子的心境。Eng阿姨照顾过什么样的一个会员，是你觉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？我的印象里面哦，有时候我们好像他觉得很生病了，他觉得很颓废呀，一切都没有希望哦。可是就是我们要这样子去鼓励他，跟他谈给他希望。我们老年人啦他们真正的没有勇气要去跟孩子，好像不是讲跟孩子对立啦，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呢，也是要靠孩子来给钱，又要住在孩子的家，变成他没有那种自主权呐。那么他们也不敢去说要坚持或者怎样，我们只能够鼓励他说，你一定要无论如何啦，你绝对不能够放弃这个信心，因为这个信心这么了不起。你要解决你的问题，一定要透过信心的。所以我是觉得很可惜啦，很可惜有一些真正的他们选择放弃了，而答应孩子的要求说 OK， 我不要这个佛了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哦。我们精灵族啦，无论如何啦，都要在这个信心方面呢，要坚持下去了。不但坚持，还要传承。一定要有人能借我们这个一本尊呐。不要讲说，我给他自由，他爱怎样就怎样。我觉得这一句话，很矛盾呢，因为我们都已经认为这个佛法是最了不起的了。总而言之，要把它带进我们的学会，跟我们的学会一起走哦。Eng阿姨，刚刚你有提到嘛，你很常趴走，开车趴走，有什么样的地方是你去了之后，你可以能够提醒自己的信心的原点的呢？让我带你去我们的会馆吧。OK， 可以，我也很想去 ，Let's go。不过Eng阿姨，我突然间想到，刚刚我们有提到的精灵会，其实什么是精灵会？精灵会的呢，就是那些60岁以上的会友，就有资格加入。就是到了那个年纪，就自然而然加入精灵会的概念啦。OK， 那我理解了。走吧，我们去会馆。好。
先要称赞一下Gee Eng阿姨，你驾车真的很 steady 耶！谢谢你哦。果然真的是很常到处趴趴走，去鼓励人的一位第三青春的青年部哈，是青年部 OK。哎呦，跟着我来吧！来，我们一起走，走吧。来啊，我们这个是蛋糕马拉克。Gee Eng阿姨。刚刚我们在狗皮条那边有没有提到一个东西是“信心”这个字？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呢，就是信仰的心。那么我们呢，一定要有一个哲学啦，人生的哲学。那么当你有一个人生的哲学的时候，你跟着这个人生的哲学走的话呢，你就会发现到说，你的人生呢，就能够过得越来越精彩了。谢谢Gee Eng阿姨带我来马六甲的文化会馆，欢迎你来到马六甲的文化会馆。那这里其实是几时开始建的2002年。2002年，蛮久了，20几年了耶。24。或许也可以回忆一下，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佛法跟创价学会的？我都一直知道我需要一个我需要一个宗教的，因为我是一个校外系啊。我是一个校外系的学生， that means 我在外面读4年，要进去大学读1年，然后要进去又担心不可以毕业哦，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巧合，那边被一个Selangor的人致富。你回到来马六甲这个地方之后，就正式的开始执教了，对吧？当时候有遇到什么样对你来说很 struggle 很不容易的事情，然后你又怎么样跨越的？被派回去马六甲的时候呢，来到这间学校，这个是个名校来的咯。那个老师就跟我讲 ，We need a Form 6 teacher. Can you do it？ 所以你当下有直接犹豫吗？还是你就说？哎呦，我是怕掉死了。所以当下的你是怕的？怕，因为我从来基本上我都没有教过 MS 的。我没有教过，我一直教是我教华文。我讲。Any other choice? Maybe 你给我教 Form 4、Form 5先，我慢慢学。他讲 take it or leave it。就是你完全没有选择了，你就只能够 OK。MX 就是现在有的 vacancy，just go ahead。其实，假如我没有这个信仰的话，我可能呢，我会崩溃到可能会有这种精神忧郁症啊这类的东西，因为我是那种。很执着、很会胡思乱想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这样子讲给我这样子一个 ultimatum， 我没有办法，我就硬着头皮咯。因为那个是名校Form 6里面都有10多班的那种名校，所以，哎呀，当时实在是很挑战啊。回到家，假如那晚的功课那天习题没有做完啊，我第2天我都不要讲OK， 这样子的一个恐惧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哪一些知道啦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这样子的情况，take it 唱，早上好起来唱题，唱题了祈求的那种智慧，所以就这样子的呢，我一教就教了25年，在那间学校。对于现在Gee Eng阿姨的这个阶段，应该教 MX 不是一个挑战了吧？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了，对不对？应该不是一个挑战呐。我这边就有几张这个他们学生写的这种这种的 remarks 啊，可能你自己你读，看他们写一些什么东西。好，那我就要读了，因为是英文的，大家就听得懂就好哈。subtitle 应该可以翻译的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，Every lesson with you always full of fun, F-U-N fun. You always make maths seems so easy, but have yet to master it. But with your guidance, okay, I'm sure that I can. Thanks for everything. 因为我觉得很可以从这个文字当中去真的感受得到Gee Eng阿姨确实从一开始的很恐惧，到现在可能这个是后期的学生的时候，他就会真的是从你的身上去感受到你真心诚意的对待他咯。可能这个就是有一个读过的一个故事，海星的故事呢。那个海星呢，就讲说在这个海边呢，每一次下潮了就有很多海星留在这个沙滩上。这个海星呢被太阳晒了，它们就会死掉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就每一次他在海边走的时候，看到这些海星，他就把这个海星丢回海里面。那么就有人看到他讲，
你这样做这样多海星，你哪里有本事救每一个人？可是这个人讲，可是我所救的那粒海星，他就会非常的感激我。所以这个也给我一种启发啦。我们不是救世主要救每一个人哦。可是那个学生被我感应到的，被我鼓励到的，他就是那个被丢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一样。所以我就以这样子的心，我们不是要救所有的人，哪一个人跟我们有缘分呢？我们可以有机会跟他开导他，我们就做吧。这样你就不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我做了没有成果？哎呦，我怎么这边一大堆的为什么？所以你就不执着了咯，你就觉得很好啊，我也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这样子。我也相信是因为这个故事呢，才会有这个卡片当中的学生的 review 啊。因为刚刚有其中一个就讲嘛，他没有 master 好他的 maths。可是至少他是 enjoy 在上你的课的，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格，让到他可以能够很享受你的课这样子啊。那接下来其实我想要很好奇的东西就是，我相信 Gee Eng 阿姨现在还是依然会接触很多的年轻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怎么样去鼓励你身边的年轻人呢？年轻人，我觉得其实很重要啦，他们一定要有一个信仰咯。假如没有信仰的话呢，就没有目标咯。特别是我们学会每一年都有指定这些目标，好给我们去追求，给我们去实践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咯。没有信仰哦，有可能比较难呐。要持续做一件事情，做事情很容易，要持续做才是关键呐。可是没有持续就没有结果嘛。所以要持续做下去呢，那个才是关键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年轻人呐，要有一个信仰，不但要有一个信仰，还要有一个正确的信仰，来使到你活得更加精彩咯。理解。那我相信 Gee Eng 阿姨也是很常有在接触年轻人嘛。你觉得当下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的呢？然后你有想要跟当下的年轻人有什么好跟他们一起学习的呢？应该用我也是年轻人。年轻人呢，羡慕他们的年轻啊，羡慕他们的能够蹦蹦跳跳啦，这个是我很羡慕的啦。年轻人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说，他们很多点子。他们很多 idea， 他的 idea 呢，有时候可能你不能够接受啦。可是假如你放开你的心去尝试去接受呢，你也觉得那他们也不是那么行不通的啦。所以 Gee Eng 阿姨，当你遇到一个状况是，你可能觉得他们的 idea 你没有办法融入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还是要尽量咯，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他的 idea 是可以的，可是你要跟他解释，你跟他讲一点点，他可能都不能够接受。我觉得年轻人碰壁是必然的一种经验来的，碰就碰吧，然后从那边他可能学得更加感同身受啊，因为他已经碰到钉子了嘛，他觉得可能要给我扇一下这种。可能还是可以的，所以也不用执着说他一定要跟我的，他没有跟我的一定不会成功，也不用这样执着了。我觉得有时候碰一点钉子是必然的，也无所谓的，更加可以丰富他的经验哦。刚刚 Gee Eng 阿姨有提到的，就是你的 sensei， 其实就是你的人生师匠嘛。现在想要更加深入的去问的就是你的人生师匠啊，他其实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呢？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虽然我2005年曾经去过日本，也在去日本的时候呢，很幸运的啦，当时他们要送一份礼物给先生，所以他们就选中了我，所以我是一个能够有机会在台上跟先生面对面握手，送礼物给先生的那个人，好荣幸哦。所以我从心里觉得我不可以辜负这个人呐，我也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背叛他的事情啦。我觉得我从中也是更加深刻的感受到那种先生的慈悲呢。他怎样的为了要去鼓励一个地方的人，而这样子的去。就是这样子啊，他就是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老少都好，他都是那么的用心啊。我觉得那份心很重要咯。
所以我也是想学现在的这份心啦，不管我去到哪里都好，我都用那份心好好的去给人家希望，给人家鼓励，让他们觉得哎呀，信奉这个宗教真的很好。好，那接下来啦，因为第三青春嘛，它就是你的另外一个青春的开始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，跟有什么样的动力，想可以能够让你继续保持青春呢？43岁半了嘛，现在对不对？其实呢，我因为我家的家住的关系哦，我家住每个人差不多70多岁就过会了的嘛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过了70岁，我也很满足了啦，够了。可是后来我听到这个创价100周年，how can I miss that？我怎么样能够 miss 掉那个呢？我一定要迎接创价100周年。几时是我们创价学会的100周年？2030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所以就这样子哦，我一定要保持我身体健康嘛，我不要躺在床上等，2030哦，那么我也不要空空的等哦，因为现在哦很多东西，我们学会的一个 pattern 呢，不是坐着等的呢，你要去做东西来去迎接的哦，迎接啊，所以我觉得哦，好吧。刚好遇到这个妇人部，他没有车可以载他，可是他要访问很多的这个精灵组的人，一起去鼓励，那些在可能离开这边差不多40 km 的会友，我们都这样去，早上去啦，10点这样去，差不多3点回来，能够鼓励几家就鼓励几家，就跟他们分享，有时候做一下流动做单位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开心的啦。每一次做完了过后。今天我们走3家，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每个人讲满意 ，OK， 好吧，这个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了。是，就算是要坚持到2030年也好，也不是那种躺着的那一种状态去迎接，而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很充实的。我突然间想到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会很想要躺平。Gee Eng阿姨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一群年轻人说吗？躺平就不要啦，太可惜了。因为真的老实说的，有时候我自己也很累啊，然后就很想要就是I don't do anything， 然后就是只是躺在那边这样子。假如你认为累了，我觉得 rest 一下也是很自然的。rest 了呢过后就是要再行动咯，所以一定要行动哦。虽然这个时候躺平了，接下来呢还是要向前走的，而不是一直躺平到无止境的躺平啊，不是这样子咯。我好像突然间想到今天早上Gee Eng阿姨跟我说的一只动物的形象，就是天鹅，能不能跟我们观众讲一下？天鹅哦，其实我那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鼓励我的学生呐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你看很羡慕那个人的功课这么好。”哎呦，我一点都比不上啊！他讲他不用读书，他都能考到好成绩。我讲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然后我就用这个天鹅来比喻给他们听。你以为那个天鹅在那个水上这样子浮啊，很优雅、很悠哉闲哉，你以为这个是他的真正的姿态啊？不是的。你看他的脚在水里面，他在拼命的滑。不管任何一个人跟你讲，I never study and yet I am so good， 骗人的你要好，你一定要努力的。所以要像这个天鹅，不管怎样都好呢，你还是要努力，你才能够达到你要的境界的。其实经过这一次的跟Gee Eng阿姨的见面之后呢，真的让我感受到佛法里面所说的众生所游乐这件事情。他用他的生命跟他开朗的这个个性去影响别人。下一期我们又会找谁来去上节目呢？就继续留守我们的这个频道吧。欢迎大家把我们的影片share出去，给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一个节目。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